这个女警就要死了。只见地板上一滩不明生物正朝她靠近，等她发现已经为时已晚。女人被不明生物死死拽着，然后拉进了二维世界。等克拉拉赶到时，现场只留下了女警的手电筒，其他什么也没发现。突然，克拉拉发现了墙上多出一幅诡异图片。 仔细看后，发现这竟是女警神经系统的二维放大图。紧接着，博士也发现这间屋子客厅的壁画竟也是人皮肤的二维图。看来这是二维世界的人在猎杀他们，拿他们去做实验。只要被二维生物碰到，就会被二维化。博士立刻要克拉拉赶紧离开，但已经晚了。房门被二维生物关闭，而且门把手也变成了二维，他们出不去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整个房间也开始慢慢二维化。克拉拉两人被吓得立刻跳上了吊椅，但二维生物也不甘示弱，他们爬到了天花板，准备将吊椅二维化。 克拉拉急中生智，不断摇晃吊椅，下一秒他们破窗而出，成功逃生。而另一边，博士所在的塔迪斯也发生了变化。由于被二维生物吸收了能量，塔迪斯慢慢变小成了一个10厘米的人。没办法，克拉拉只能将塔迪斯装进了包里，带着博士一起寻找破解方法。他们逃到一个地下通道，这时通道两边墙壁上的壁画吸引了克拉拉的注意。小黑解释说，这些都是小镇最近消失的人，据说是某个神秘人将他们画到了墙上。博士仿佛知道了什么，赶紧提示克拉拉，墙上的壁画其实都是真人。他要克拉拉立刻疏散周围的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壁画上的二维生物竟突然全部转过了头，他们已经被二维生物控制了。 紧接着，二维生物就像水一样朝众人冲来，克拉拉赶紧带着众人逃命。博士觉得二维生物不会随随便便杀人，他们只是对人类好奇。紧接着，博士通过克拉拉对二维生物发起了对话，可对方只回复了一个数字。而55正是懵逼哥的制服编号，众人纷纷朝他望去，可懵逼哥只是在原地一动。 原来数字只是二维人的攻击目标。克拉拉带着其他人继续逃命，他们躲到了地下隧道，可隧道出口早已被二维人变成了平面，看来他们中计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双黢黑的大手飞来，直接把光头哥拖进了二维世界。博士吃了一惊，难道二维人已经进化成3维了吗？果不其然，下一秒隧道内二维人统统站了起来。